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，你们看到桌面上有很多颜色可爱的小鸟，这是那个蛮简单的手作小鸟钱包。那每一只小鸟呢，它都有翅膀，然后有尾巴、有头、有脸的，还好像没脸，因为我没有做五官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想要自己缝眼睛的话，当然是可以啦。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，我觉得不用太过于明显，然后它就是有这个感觉。那它翅膀呢，打开呢，就是它的这个钱包的这个入口，它的开口进去啊，所以可以飞啊飞啊飞啊这样子嘛。那我就做了很多不一样的颜色，因为这个小鸟做起来真的是太可爱了，无敌可爱的。那我就做了不同的色调。那我们来看看每一只小鸟哦，这是奶茶色，然后浅绿色，然后还有这种比较深一点的果绿色、水蓝色，然后幸福的青鸟的颜色，然后还有深蓝色。然后这里还有一组是紫色，然后粉红色，我觉得粉红色做起来很可爱的。然后呢，还有这种豆沙粉色，然后橘色很明亮的色调，还有一个这个有点算明黄色吧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就做了好几个颜色，等一下我会示范的是浅黄色的。那每一只鸟呢，你把它打开，它就可以放钱啦，当然是没问题啦。那我们要怎么放呢？就是把盖子打开，钱放进去。好啦，开玩笑的。那像这样500、1000的，有没有？放进来，好，对折一下，把它放进来。它的肚子呢，就是它的这个容量，其实容量还蛮大的，可以放。它开口不大，但是它容量很大，因为它这里整个都可以装钱，然后零钱当然也是没问题啦，放进去。因为它的盖子的密合度很好，所以你放了零钱呢，它零钱也不会说一下子就跑出来。好，就是它密合度，因为这里刚好左右两边是往上，虽然密合度很好，零钱不会说很轻易的跑出来。最好的呢，就是它也可以放卡片，好像我们这种卡片呢放进去也是没问题的，这样子就可以收纳蛮多的东西。所以把每一只小鸟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养是不白啊，养得胖胖的之后呢，就代表你有钱咯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这样有点肥肥的，然后还嘴巴尖尖的，我觉得相当的可爱。所以呢，就是像这种可以真的是选择困难啊，很想包色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像这样做一系列放着，是不是觉得超级无敌疗愈的？好，这样一整组在这边，是不是看了就觉得很棒？好，所以呢，我刚刚说了，这是一个不会很难的手作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要来教这一个可爱的小鸟包包。好，那它的名称我这次取得蛮简单的，就叫小鸟钱包。简单扼要，真的很漂亮。鸡皮的布料质感就是好。它每一个颜色，像这个深蓝色，我是觉得哇，深蓝的做起来是质感超好的。那像这种青色的，这我会选这色，就是那个青鸟代表幸福，对不对？那别的颜色每一个颜色都超好看的啦，所以才会做。好，首先呢，我忘记先剪那个魔鬼毡，好好笑。通常都会把材料先捡起来。因为这个太简单了，一下子就忽略说要先把一些材料先准备好。就说到很简单，也是有一个基本的难度啦，但是它真的不会太难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材料有什么呢？首先就是它的2个翅膀，它的翅膀，因为它这个翅膀是带盖，所以我翅膀就只有做一边，这一边我就没有做翅膀。因为我们反正是这样拿，这样看就好。另外一边的话，你如果做了之后，你久了之后它也是多余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它的这个带身。那我们在用这个带身的时候呢，就先把开口的位置呢，先把记号线做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这个魔鬼毡好的那个记号。魔鬼毡呢的记号线是车在袋子盖下来，你的翅膀盖下来的另外那一边，所以你不要做错边。那它带身呢是长像这样，它身体它的这个容量呢是像这样子，不对，这样。好，所以你们自己要看一下说它的带身是长怎样，比一下就知道。因为你如果这样弄错了，它这边就会痛出来，好，这样就是错的。好，所以就带身刚好是它的这个很像一颗鸡蛋的感觉。那也是要把开口位置做出来，所以我就剪了牙口。好，那你两边的这个开口的位置都记得要把记号线做出来。好，你等一下会比较好用。那我们的这个
那个另外魔鬼毡还有要做起来，就像这样，我们把纸型放上来之后，我这个魔鬼毡的位置这个纸型有点不对，我之后会往上提，因为这样盖起来才好看。那这个是我草稿有点画不好，好，然后我们把记号线做出来之后呢，就可以把魔鬼毡车上去。那这边呢是背捻的部分，所以我就会放这个毛的这一边，然后就来把它车起来，好，把魔鬼毡固定起来。先固定魔鬼毡，好，这步骤没有很多，手缝也可以哦。如果比如说你没有那个缝纫机的人，然后你又觉得这个小鸟的钱包很可爱，你也是可以手缝哦，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呢，再来是那个另外一边在翅膀上的这个魔鬼毡，这个我之前有先做好记号，好，就把它放着。我们版型上面都会有记号，那就沿着那个记号把它画好，然后把它放上去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把翅膀缝合起来。大家有觉得我的声音恢复一些了吗？就是在拍上一个片子的那个影片的时候，其实我还是烧声，现在还是有点烧声，但是已经恢复很多了，功力恢复到80%了。好，我们的翅膀呢，上面的地方要留空白，我们要车这个弧度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车弧度呢，就是慢慢的正面对正面，慢慢的转。好，那鸡皮呢，它正面对正面会有一点摩擦力，你不用珠针，其实也 OK 的。好，那我们到弧度的地方呢，就慢慢车啦。好像我有时候弧度也没有说车得很好，但是就是尽人事听天命，没有啦，就是尽量把它车好哈。因为这里有3个那个翅膀的地方，做的漂亮一点比较好。好，这个缝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剪牙口了，好，就要来把缝缝呢修掉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东西你不用一开始就把那个布料都剪得刚刚好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子剪一个大约，然后最后我们再一起把缝缝剪掉。这样的话，你会觉得难度没有那么高，然后也可以做得比较快。那做得比较快没有为什么，做得比较快就是让你觉得说这个的手作难度没有那么高，你会比较有兴趣，比较有精力去完成它，好，才不会觉得说好像看起来很简单，却做了很久，就会觉得有点不准。好，我们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觉得不准。然后缝那个圆弧的地方呢，都剪牙口，那就是买锯齿剪刀咯。我这个锯齿剪刀我们有买，就真的蛮好剪的。然后像这样，那锯齿剪刀钝了，其实好像有些地方是可以磨锯齿剪刀的。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地方磨呢，就是再去买一把要不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。好，那记得这个地方呢，你就是锯齿剪刀，你要去问那个磨剪刀的有没有在磨锯齿剪刀。我记得很久以前我曾经磨过，但是因为我锯齿剪刀常用，但是它就是还蛮好剪的，所以我真的到它真的很钝的时候，也几年过去，我就会直接换一把新的了，我就不会。因为有时候你去磨一把剪刀可能你都可以买一支新的了。那锯齿剪刀没有很贵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那3个小弧度呢，给吐出来。好，用那个万能小竹块有没有？然后把它吐出来。吐不出来，继续给它吐。然后呢，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会建议大家先去用熨斗呢，把这个翅膀呢烫平，好，把它烫起来，让这个里部不要痛出来。那还有一个方法让你里部不要痛出来，就是我们现在在上面要先把它压缝起来的时候，把它稍微往上拉，好，把它稍微往上拉，这样你的翅膀呢下面的那个等一下烫起来之后，下面这一层就不会痛出来，好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稍微往上拉，然后再把
上方固定起来。等它烫平之后，它就不会下面的那个底部的那一层就不会跑出来。这时候我们再把上面剪平。好，剪平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找那只没有这个没有魔鬼毡的这一面。好，然后呢，把开口的地方，我们刚刚不是开口做记号吗？用珠针像这样子，好，用珠针做记号，吐过来。所以像这种扁的珠针，这支珠针我觉得非常好用，就是它扁扁的，所以你在车的时候呢，不会不小心 K 到它，但是它有点利哦，它真的蛮那个品质很好。那日本的珠真的很尖，有时候你不小心会扎到自己，所以请你自己小心一点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翅膀呢放到这里来，好，然后呢，这时候我就会顺便了。如果你觉得说自己技术没有很好，你可以先车一道，但是呢，我就会顺便把这一层也放上来，然后也是对好这个两边的开口，好，那个缝指点把它对准好，好，然后呢就直接按那个变过来，我们就要从这个开口的位置缝指点车到这个开口的位置，另一边，好，然后把它缝起来，只要车这一段就好了。只要车这一段就好。接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我们要剪牙口。牙口我们只要剪表部的地方就好，里部可以不用剪哦。剪表部的地方，好像这样，把这个牙口这里，把它这里的那个弯曲，这个缝指点这边把它剪开来，然后呢，从这里压线。你不压线也可以，就是要去熨烫，但是我觉得压线之后啊。好像这样压线之后，它会比较平。好，这道线会比较平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把你要压线的时候，把这个尾巴的部分好往上扳，好，然后压线，然后接下来到头这里再把它往上扳，压线，然后这个地方呢就直接往下折，好，就做一个直直的压线。那如果你不压线，你就去熨烫，熨烫就可以了。熨烫的话，它也可以变得很平。好，另外一边的话就更简单咯。好，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有做，我刚刚说要做记号线，对不对？这是开口位置有2个点，好，然后呢，我直接对准这2个点。好，我也不用珠针，直接这样看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看，然后对准我刚里部有剪牙口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一样是缝指点到缝指点，这开口的地方把它车起来，一样是表部的地方剪牙口就好，里部不用剪。那这一段刚好是一条直线哈，我版型画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是一条直线，所以大家会比较好车一些。然后呢，一样头翻上来，这个缝缝的地方往下折，开始压线。有没有看到？只要压里部的地方就好，所以呢，头尾都要把它翻上来。好，接下来就快要完成了，就是我们把这2片呢放在一起，然后把它车起来。那放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你要注意的是，刚刚的那2个缝指点，你要把它对齐对好。好，那对齐对好的话呢，之后我们再用珠针固定一下。好。把它固定好，对齐对好，头也是一样哦，把它对齐对好。那这个像这个缝缝呢，我都是剪个大概而已啊，因为等到它车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会再重新再剪一次，所以我都是那个缝缝哈，你看这里就比较小，这里就比较大，我就不怎么管它。那这个珠针因为蛮利的哈，这里有一个翅膀，有一个翅膀的厚度。很容易扎到自己的手，我建议大家，我已经被扎了好几下，建议大家再把针往下插，你就等一下我们在缝的时候比较不会不小心插到自己的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从这个刚刚的这个点啊，然后缝到另外那边的点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把里部小心里部不要弄到，里部要小心不要弄到，好，不要车到里部。好，所以你里部都往内翻，然后我们再来车。
那你要从缝指点这个点开始车哦，哈。你如果没有从缝指点那个车，等一下你翻到正面的时候，它会破一个洞。好，一定要从缝指点那边开始车，然后也要记得要回针，然后就开始车一圈，沿着这个小鸟的轮廓呢，从尾巴，哦，你要从头开始车也是可以啊。好，反正就是从尾巴车到头，或是从头车到尾巴，就这样慢慢缝一圈。那因为鸟类啊是比较圆润的，所以这个带子会有比较多圆弧的地方哈，那大家就顺便练练车功吧。然后车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，因为我把这个针尾巴哈插到下面去，所以我卡瓦龙堵，不小心都堵到老灰呢，就流血了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。那我刚刚说这个珠针的好处就是它是扁的，所以像你这样车过来，它也不会碍事。啊，你真的觉得它很给格，你就把它抽起来。好，但是至少你可以车得很靠近的时候，再把它拿起来。如果你是那个圆头的，你可能就会很早你就必须要把它拔起来了，因为你的压脚会 K 到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鸟的这个带身车完之后，我们就要车里部。里部就像刚刚那样车一圈哈，但是下面要留一个反口。好，我们就里部改 check it。那里部你就自己留一个反口，翻得过来就好了。这卡真的很可爱，但是真的蛮简单的，所以车这个完成度很高的东西我以前说过，我就会做了很多个，因为蛮简单的嘛。好，那我们的因为这个里部的地方呢，里带的地方呢也是圆弧的，所以我还是会剪一下牙口。让它的那个缝缝不会那么多。接下来呢，这只鸟，好，除了这个尾巴的地方是方形的，几乎都是圆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也是锯齿剪刀给它拿出来，然后就给它卷一圈。好，那头的地方也是，头就圆圆的。小鸟没，麦公小鸟，人类的头好像也是圆的，大部分动物的头好像都圆的吧，很少方形，是不是啊？突然之间有点呆滞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剪牙口，把多余的缝缝剪掉，然后内弧的地方呢，来偶尔朋友听哦哈，这个弧度向内的我们就要剪牙口，要剪深一点，好，不要剪到线。如果你剪到线的话怎么办？就再把它补起来，好，再车一下。最重要的是脖子的这个地方一定要剪牙口，好，这里要剪密一点。然后你翻到正面的时候呢，脖子那边才会顺畅。那尾巴的地方呢，缝缝的地方都是多余的，把它剪掉。然后尾巴这个尾端这里也是有一个很快的这个弧度，有没有？比较马上垂直过来的弧度，那我们也是要把它牙口剪密一点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翻到正面，检查一下牙口都有剪到，我们就可以从刚刚留的这个反口的这个洞呢，把它翻到正面来。那翻到正面来的时候呢，我会建议大家，这里会有一个魔鬼毡，会有点粘住，先把它撕开哈，因为它会跟那个翅膀粘住。我们先从头这里这个嘴巴的部分，鸟嘴哈，鸟喙的地方，好，我们先把它折好之后。用大拇指跟食指，好，不要乱动，把它握住，然后先把它翻一些起来，然后剩的呢，我们再慢慢的翻到正面。那它的洞呢没有很大，所以你就慢慢翻就好，不要急哈。然后翻到最后剩尾巴的地方，剩尾巴的地方呢，我们再把大拇指尽量的穿进去里面。好，这个是我的大拇指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大拇指尽量，那大拇指如果很粗，你弄不进去里面就算了，但是你就尽量把它沤出来，这样你会比较好用。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一下子
弄得很前端，所以这时候你的万能小竹块又出来了，从反口这个洞进去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尾巴的地方凸出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左右它的尾巴有点 T 字形，好，我们就是左右那个角度，好，先把它推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拿锥子出来，好，锥子出来，慢慢的把这个嘴巴鸟喙的地方呢，不要太用力哦，用力的话布会破掉哈，不要使出吃奶的力，好，不需要，这个慢慢的把它戳出来就好了。然后身体，因为我们有剪弧度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剪牙口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的弧度都会很漂亮。它头有点扁扁的，这个表示什么？你没有把这个缝缝弄到最边边来。好，第一就是你没车好，第二就是你没有把缝缝呢用到边边来。你只要有车好的话，弄出来它的弧度就会很漂亮。接下来是尾巴的部分，也是把它慢慢的这个角度呢，把它推出来。好，这样子，那推出来，头也出来了，身体也那个尾巴也出来了，身体的话就问题就很小，好，问题就几乎会没什么问题，反正就圆圆的。看一看没什么问题之后，我们就来把这个反口呢，把它车缝起来。好，我们只要没什么问题，就可以把它车缝起来了。那如果你要长针缝，当然也是可以哦。它其实这边是有一点弧度，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跟着弧度走啊。如果你要把这里弄成一个直线，也是可以的。基本上只要没有破洞哈，钱不会掉出去到异次元空间，其实都 OK。好，其实这样我们就车完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把这个带身呢塞进去里面。塞进去里面呢，它感觉不会很平，赶快万能小竹块再拿出来，把它这样子，画一画哈，左右画一画，让它那个圆那个弧度呢，可以很完美的贴到它的这只小鸟这个表部的这个肚皮上哈。这样呢，你的小鸟钱包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好，然后呢，最后在整烫的时候，先把翅膀打开，垫一块布。鸡皮的话，我们就是最好垫一块布再烫哦，比较不会把上面的这个短绒毛呢给压坏了。好，垫一块布，先把翅膀烫一烫。接下来呢，再把布料移在这里，把身体烫一烫。最后呢，烫一烫的时候，你要注意这个里布有没有皱掉哦，哈。我们在烫的时候要注意里布有没有皱掉，所以手要进去摸摸看哦，里布没有皱掉，再垫一块布烫。然后翅膀烫完了，这个身体烫完了之后，再把它盖过来，布料垫在上面，再一起烫一烫。这样呢，你就可以得到像这样很漂亮的这个小鸟，啊，对不对？每一只小鸟真的都很好看，颜色也都很漂亮，就是可以那种亲朋好友一人一只，有没有？一人一只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觉得很快乐？好像这样子啊，零钱也可以放进去，然后呢，钞票也可以放进去。我跟你讲。我这边是1600哈，是因为那个100、500、1000哈，各拿一张，要不然它这个可以装很多钱哎。其实你把它装满的话很可怕。然后卡片呢，当然也是可以放进去咯，是不是很实用啊？很可爱的一只小鸟的这个包包叫小花口桃。所以呢，那个弧度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去做调整，但是我是觉得我画的弧度蛮漂亮的，哈哈。好，所以呢，你看看。那每一只小鸟是不是让你看的就是看勾追啊，心情做好那个感觉，有没有？做这种小动物类的这种包包哈，有时候就是让你觉得有童趣，然后它又是一个实用的包包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做起来意外的这种快乐，特别开心。好啦，所以像这样子呢，很可爱又很简单的手作呢，就是真的很建议大家来多做几个，然后。自己用，或是那个练一下车工哦，
因为它这个材料包也不贵啊，你要买布料也不算贵，对不对？然后鸡皮的质感是真的无敌好。那你也可以自己在后面加个绳子，你就可以背着了，带着一只小鸟到处跑。那如果你不嫌它大的话，你也可以加个钥匙圈，就会变成钥匙圈零钱包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很多小朋友的话是可以，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装个 D 型环，就可以当那个背包了。反正我觉得说很多手作呢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再做一点点变化去做运用。好啦，喜欢的朋友嘞，你们要怎么样？赶快自己做一只吧！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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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小鸟飞喽，拜拜。